我看你半天了。小周，怎么了？要结婚了，有点紧张是吧？什么结婚啊？你不是和刘泰明订婚了吗？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么大喜的事情，你应该早告诉大家嘛。我虽然对刘泰明有一些看法，但是毕竟婚姻自由嘛，我们还是会尊重你的选择的。而且你是我一路看着过来的，我们在工作中建立的友情也很深厚嘛。啊，小周，我说的你有什么不妥吗？小周，小周，陈局长，这个消息你从哪听到的？这不用别人告诉我吗？这新闻是刚播出的消息。新闻？啊，周天，恭喜你啊！我说你们这招太高。哎，这，恭喜你！干嘛这么急呀？要做老婆新娘啊？就是跑得那么快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甜甜，很抱歉，事先没有征得你的同意。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们的婚讯对于南市和韩上来讲有多么的重要。在目前这种不明朗的条件下，很容易造成人员流失。我们的婚讯对两家杂志稳定经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再说了，我们两家杂志的资源联系在一起，争取风险投资才更有说服力。够了，刘泰明。看来你的眼里就只有你的杂志和你的投资。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怎么想的？难道我们的感情就只是谈判的筹码吗？甜甜，我认为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事业，更是我个人事业最关键的时期。你怎么能就不能理解我、支持我呢？感情是感情，事业是事业，你不要混为一谈。没想到你就这么死心眼儿。在别人眼里，我们两个人是一对金童玉女，更是一双珠联璧合的合作伙伴。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刘泰明，你不要把我的感情和金钱、权力、势力这些乱七八糟的词联系在一起。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你的感情可以被利用，可以赤裸裸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，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你知不知道我呢？为了你的事业，我就像个傻子，像个白痴，像个愚蠢的一塌糊涂的人一样。为了你的事业，我得笑，我得装酷，我还得装腔作势的笑着跟大家说啊，我是愿意任人摆布的。刘泰明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对我来说，我的感情就是感情，和事业无关，更和金钱无关。待会儿电话就要打爆了，要是记者打来，我们怎么说呀？标准答案无可奉告。那如果伪装成生日朋友呢？韩上公关条例第5条禁忌状态守则，你有没有好好读过呀？我忘了。当神不在，行踪不知道。有事情留言，如果有要紧的事不能留言的话，就转给上级领导，到时候就转给我。船社长，你可终于露面了，我们都快担心死发愁死了。
就一袋啊！哎呦你的口红怎么涂花了啊？哎，大家有难，我能坐视不理吗？坐视不理不是我承担的风格。更何况，以现在的这种状况，周天完全被利用了。被利用？有人借助媒体的力量，把周天推到风口浪尖。他们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处当然很多了。第一，掩人耳目，混淆视听；第二，抓紧时间，暗度陈仓。那周天是不是太可怜了？是啊，周天不明不白就做了牺牲品，我正担心他呢。好，好下，好的，乖，兄兄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你今天看新闻了吗？天天世界上发生那么多新闻，有的地方在打仗，有的孩子挨饿，有的人同疾病做斗争。你说的是什么新闻啊？也对，世界上每天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一条小新闻算不了什么。你又成新闻焦点了。你呀，程默，今天我来是有事情要告诉你。说吧。今天的新闻上报道说我跟刘泰明已经订婚了。你们想要？没有，你不要误会，都是刘泰明跟主编商量好的手段，我根本就不知情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赶过来了。你是说假订婚？嗯，不光是假订婚，还要假结婚。现在肯定媒体在到处追我，想得到我的回应，可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同意还是不同意。同意怎么样？不同意又怎么样？不同意的话，据说刘泰明将万劫不复，主编的计划也会受损。同意的话，皆大欢喜。除了我。甜甜，你觉不觉得这件事情来问我，是问错人了？不答应吧，怕影响你前程；答应吧，又不是我的希望。这件事啊，对于我可是难题呀。我不想骗人，因为谎言总有拆穿的一天。可是，如果我不同意的话，主编和刘泰明一定会怪我的。甜甜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和刘泰明结婚？这里还用怀疑吗？我当然不愿意跟他结婚了。那我要结婚也是跟……你笑什么啊？你倒好，也不说是，也不说不是，你叫我怎么办嘛？我知道了。慢着点儿。